董事长，这是老爷子为您挑选的2位候选人，您今天必须选出1位结婚，留给您的时间不多了。这董事会的人都找上门来了，您要是不结婚，就拿不到剩余10%的股份，没有这股份，您就在股权上没有办法压制您的继母呀。难道你要看到沈氏集团落到一个外人手里？董事长，您就看在已故老爷子的份上，您就选一个当老公吧。走吧。去哪儿啊？这不是结婚吗？您能想通，这太好了。您看，这都不错。去民政局登记。不好了，董事长，您结婚候选人被调包了。董事长，赵律师叛变，公司有内鬼，这民政局还去吗？去，不过换一家。爷爷选的人肯定不能用了。等一下，请问你是单身吗？你是？你看起来气质干净，不像有复杂背景。和我登记结婚，我会提供优渥的生活保障。婚后你无需工作，我会按月支付生活费，期限1年，你不亏。你认真的？或者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好啊。回家吧。是，沈总。哎，沈总，好像有人在拉车门。领完证就想跑啊？开车。你刚才把车门拉开了，这车的门锁是电子锁，需要很大手力才能从外部强制打开。你到底怎么做到的？这很难吗？你这力气不太正常吧？以前练过散打，力气比常人大一点，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一整层都是你的，你不会是女总裁吧？比总裁还大一些，董事长。啊，你这不愧是顶层，视野确实很好。你暂时住在这里，这是我名下闲置的房产。你不跟我一块住？我还有些事情。喂，我们可是领过结婚证的，是合法夫妻啊，不在一起住算怎么回事？我们只是领了证，举办婚礼之后才是正式结婚。那不行，不在一起住，那我白娶了。我最后再说一遍，是我娶你，你是入赘。好，是你娶我，我是你们沈家小赘婿，我不管，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在开董事会没有公开已婚身份之前，我都会住在老宅，现场有我的生父，还有我的继母。这种宅内大乱斗，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那我不去了。你乖乖在这里待着，我会过来的。好。光这一层就又搜出10个窃听器，10多个针孔摄像头。副总，这么多楼层可爬死我了。习惯就好。为什么要习惯啊？我以后都住这儿。不是副总，这去查一下这些窃听器的信息源头，要快。这么多呀！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您交代的事都办完了，就差您签字了。那作废吧，合同上要写2个人的名字。我跟我老婆。老婆？什么老婆？我结婚了。不是副总，我这才离开1个小时，您就结婚了？不逗我呢吗？结婚证。那合同上的那些投资项目都要改啊？对，我名下有一些投资，以后收益都归我们共同所有。那你结婚这么仓促，彩礼准备了没有？没有啊，他娶我，我入赘，他得给我彩礼。入赘？一堂堂副总居然要入赘？他给的可多了，他给了我他集团整整10%的股份。副总啊，您是不是脑子糊涂了？你脑子才有病，办事毛手毛脚，
赶紧去查窃听器的事儿。是，我这就去。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如您所料，果然是赵律师搞的鬼。这次闹事的董事会成员已经被处置带走，他们外面都在说您雷霆手段，不敢轻举妄动。处理得很好。老沈董立下的遗嘱里10%的股份都是给您未来夫婿的，但这笔钱只有您结了婚才能拿到。董事会的成员都在揪着这个不放。您继母的股份和您几乎持平，如果您不结婚，这公司将会落在他手里。可您才刚回国，这哪有这么快？这分明就是在抢。无妨，我的婚姻能给我带来利益就好。事情处理完了，就回老宅吧。是。来，谢谢老公。小姐好。站住！小青，你怎么还是那么没礼貌呢？季姨太有事儿啊？什么姨太？我是你爸明媒正娶的老婆，是沈氏的季总。给我说话，放正你的态度。是啊，既然进了沈家，她也是你妈。小三上位也值得你炫耀。既然进了沈家，也是你妈，你多出来10%的股份。今天既然没有结成婚，就把它转交给自家人。自家人？我把我的股份转给我爸，然后我爸再来讨好你这个小情妇是吗？混账东西！我是你爸，你怎么跟我说话的？既然你没有结成婚，按照规矩，你那10%的股份就得拿出来。没有那10%的股份，我就是最大的股东，是沈氏的董事长。不过你怎么知道我没结婚？那你和谁结的婚？3天后就是董事会，你就等着被拖下水吧。看来季姨太是10拿9稳坐定沈氏董事长的位置了。不过你怎么知道我没结婚？喂，你终于醒了，快回来，出事了！有什么事儿啊？你直接说。哎呀，很着急，当面说。什么味道这么香？别的不说，我娶回来的这个老公还真赏心悦目。回来了。我以为是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原来是回来找我吃饭。这吃饭呀，就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来，尝尝看。以后吃饭就不要在外面吃了，不安全。不用你做这些，我娶你来不是让你做饭的。怎么，我是你养在深闺的小娇夫啊？反正你忙不过来的话就跟我说，钱要是不够用，我再转一点给你。你好像很喜欢给我转钱。因为我除了钱一无所有。巧了，我除了钱应有尽有。是我的错觉吗？喝完粥好像有股暖流在身体里蔓延。吃饭吧。吃吧。董事长，门口有人找，让他在外面等着。可他说是你老公。他在哪儿？你过来给你送饭。如此身手不凡的人，居然只是过来给我送饭。这是什么？虫草花炖的汤，配了枸杞和山药，都是滋补的。你还会做食疗？略懂一些，对身体有好处，你尝尝看。味道确实不错，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你最近是不是经常觉得腿麻？尤其是坐久了之后。你怎么知道的？我以前认识一位康复科的专家，他教过我一些基本的观察方法。你走路的时候偶尔会有不自然的停顿，加上你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很容易引起关节方面的问题。我确实最近经常腿麻。我建议你做个更详细的关节检查，我可以帮你联系专门的康复师。另外，你平时饮食不规律，身体需要调理，我做的这些食疗对恢复有帮助。你是认真的？
你自己的身体不能不上心。这种关节损伤是陈旧性的，应该是小时候受过伤留下的后遗症。长期高强度劳累会加重症状，如果不注意调理，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行走。你真的没有跟我开玩笑？当然不是，我认识专门的康复师，再配合食调调理，能慢慢好转。但在调理期间，尽量不要在外面随意吃东西，免得影响效果。我知道了。很听话吗？我去给你准备食材。他到底是什么人啊？联系一下陇西的李家，我下午要去看看。那个最低调的医学世家吗？听说他能看各种疑难杂症。李爷爷，麻烦您看一看。好。哎呀，沈丫头啊，你这脉象看上去稳定，但很古怪。李爷爷，我想检查一下腿骨。好。一会儿呢，你别动，会有点疼。好。拿去化验。是。丫头，你这是陈旧性的骨关节损伤，时间很长了，长期劳累会加重症状，严重可能影响行走。李爷爷，您是说我这个问题很严重？是，可以调理，但要持之以恒。董事长还这么年轻，怎么会这么严重呢？我给你开几味调理的药，虽然不能根治，但可以延缓症状加重。我知道了，谢谢李爷爷。副总，那个康复师我已经联系好了，明天就能安排见面。安排好时间，我带他过去。哎呀，你怎么回来了？本来想去给你送饭呢，饭马上好，你等会儿啊。等一下，我有事情要问你。什么事儿？你没有看我的体检报告，也没有做过详细检查，你是怎么知道我关节有问题的？我之前在安保行业工作，接触过不少运动损伤的案例，观察人体姿态是基本功。你走路的时候膝关节有轻微的代偿动作，坐久了起身会不自觉地揉膝盖，这些都是很典型的症状。你倒是观察得仔细。那当然了，你是我老婆，我不仔细看谁仔细看？我今天去看了李爷爷，他确认了是陈旧性骨关节损伤。你说的那个康复师什么时候能见？明天下午，我陪你去。好。先吃饭吧，我给你熬了山药排骨汤，加了枸杞和红枣，对关节恢复有帮助。味道不错。以后每天我都会给你准备，尽量在家里吃，外面的食物不放心。傅时月，你对我这么好，到底图什么？你是我的老婆，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给了我那么好的生活条件，我总得有所表示吧。你这个损伤位置在膝关节内侧，时间太久了，周围软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康复师建议每周做3次按摩理疗，配合食疗调理，大概3到6个月可以看到明显改善。3到6个月？不能急，得慢慢来。按摩的时候会穿宽松的家居服，不需要特别的准备，你放松就好。我知道了。等你好点了，我们一起去度假，好好休息一下。度假我哪有时间？那总得有休息的时候吧，你不能一直这么拼。等这次董事会的事情处理完，我考虑一下。说话算数。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我小的时候被绑架过一次，不知道跟这个关节损伤有没有关系？也有可能，小时候受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就容易留下后遗症。你还记得当时的具体情况吗？细节记不太清了，但我怀疑跟季月白有关。小时候把我视为眼中钉的，也就只有他了。那需不需要我帮你查？不用，这个仇我要自己来报。我肚子饿了，我去客厅等你的晚餐。这么雷厉风行的女人，很难不爱呀。累了吧？快喝这个吧，来尝尝。这是什么？只有一些叶子，看起来不太一样。云南古树普洱，我托朋友从原产地带回来的，品质很好，有助于改善睡眠。你都觉得好，那得是什么好茶呀？
话说回来，你不是说你没有钱吗？这些品质上乘的食材、茶叶，你都像普通东西一样煮给我吃。那个，我家以前是做茶叶和药材生意的，虽然现在不做这一行了，但有些渠道还在，产量少，就是自家人留着用，不外销。是吗？快喝，每天睡前泡一杯，能够改善睡眠质量。明天早上你就能感觉到变化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夫妻之间谢什么呀？好了，快去睡。副总，您要的东西我都带来了。过2天你回公司一趟，把库存的那批古树普洱都带过来。他每天睡前喝一杯，我这里都不太够。全拿过来，那批茶品质非常好，产量又少，自己留着喝都舍不得，这太浪费了吧，副总。嘘，你小点声，他睡觉呢。他这2天比较累，得好好休息。副总，您对邵夫人也太好了吧？那批古树普洱市面上有价无市，平常人买都买不到，您倒好，现在给他当日常茶喝。他是我的人，我乐意。副总，邵夫人喝剩的茶能给我倒一杯不？这茶品质真好，我也想尝尝。我嫌弃你，快滚！老婆，来吃饭。一早上就有米饭吃啊？韩瑞昨天晚上带过来的，品质很好的有机米。韩瑞，那个走的人。老婆，这饭菜都凉了，你趁热尝尝，快。这米饭好香啊，而且口感也很不一样。那当然，这是我朋友在山区合作的有机农场种植的，产量不大，专门留给自己人吃。你朋友倒是不少。我睡眠前，昨天你们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以后我会把茶喝完的。为什么这些说是食疗调理，却做得这么好吃啊？那是因为你身体里缺乏某些营养元素，这些饭菜里正好都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大脑自然会给你传递好吃的信号。就像有时候特别想吃水果，可能是身体缺维生素 C， 道理差不多。差不多。你做了这么多的菜，我真的不用给你请一个阿姨吗？不用啊，我喜欢亲自照顾你。好，吃饭。老婆，吃完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康复训练吧。好。今天先做膝关节周围肌肉的放松按摩，可能会有些酸胀，你忍一下。现在感觉怎么样？膝盖周围有点发热，酸酸的。最近手脚冰凉的现象有没有改善？没怎么在意。你自己的身体怎么都不注意啊？我没有空在意这些。你那么拼命干嘛？沈家是华夏第一世家，沈氏集团市值8万亿，恐怕整个华夏都没人超过吧？不够，集团内现在人心涣散，真正效忠沈家的没有几个。我常年在国外，前几年爷爷病重不管事，才让季月白有了可乘之机。他在集团内的地位如日中天，董事会一半都是他的人。想要把沈氏变成季氏，做梦！我要把所有外姓股份全都收回来，让沈氏真正掌控在我的手里。老婆，你追求事业这个样子，我真是太佩服了。傅时雨，你会背叛我吗？老婆，我现在给你一个承诺，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随时可以让我离开，我绝不纠缠。我信你。不过，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一会儿要去董事会，你跟我一起。好，需要我做什么？让温和准备一辆轮椅。轮椅？你吃了我调理的食疗，腿脚应该比之前好多了，为什么要坐轮椅？可是别人不知道我在做康复调理，我只是怀疑季月白，但我没有证据，必须让他们看到我确实行动不便，才能引他们露出破绽。真不愧是我老婆呀！季总，今天气色可真好啊！在我们眼里啊，季总是董事长的最佳人选。是，今天这个董事会啊，就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啊！您看，大家都在等您呢。董事长人呢？来人，
去楼上把董事长请下来。开会迟到像什么样？那个董事长他还没来公司啊。什么？难道要让我们这些股东干等他一个人吗？这样的人也配当集团的掌权人？你们说是不是？是，没错，是没错。那季姨太觉得谁适合？我说怎么来的这么晚？原来是身体不好了。沈氏集团新任董事长坐轮椅，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劲爆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腿脚不便，而不是受了别的什么伤？你这消息哪儿来的？真是高估了季月白，这么迫不及待的暴露。不管怎么说，董事长行动不便这件事要是传出去，肯定会对公司有所影响。我只是暂时腿脚不便，不像其他人是脑子不清醒。沈清，我们都是沈氏最核心的股东，没空陪你玩。根据世家公证，你多出来的10%的股份，今天必须交出来。我凭什么要交出来？按照规矩，你那10%的股份只有结了婚才能持有，如果没有结婚，就必须交出来，让董事会投票分配。季总说的没错，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规矩强制执行。今天这个股份转让合同，你必须得签。董事长得罪了，请自重，不要对董事长动手动脚。沈清，谁让你把闲杂人等放进来？让他出去！他是我丈夫，沈氏集团10%股份的持有者，有资格在场。臭小子你！请注意你的言辞。沈清，我们也只是按照规矩办事。既然你没有结婚就要交出股份，你不会连自己爷爷的遗嘱都要违背吧？我昨天晚上说的话，季姨太好像没有听懂。谁说我没结婚？结婚了？不可能！要是股份落入其他世家手中，那可就糟了。我看你根本就没有结婚，别再拖延时间了。沈清，交出股份。这位是我的老公傅时雨，沈氏集团10%股份持有者，更是第3大股东。这个是转让协议，大家还有什么异议？董事长，您的婚姻关乎整个集团，怎么能随便就找个人嫁了呢？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私人生活都要跟各位董事汇报？虽然在座的各位都是股东，但是董事长的私事都要过问，这未免管得太宽了吧？我说的对吗？他还真是厉害。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那我们就来聊聊你，季月白，沈氏集团30%的股份持有者，但这笔陈年旧账是该一次性算个清楚。什么叫陈年旧账？这些股份都是你爸自愿给我的，我手握30%的股份已经10余年了，也是沈氏的第2大股东，你就这么跟我说话的吗？是吗？那我们夫妻一体更是第1股东，我也是董事长，你们就是这样跟董事长大呼小叫的？你一个坐轮椅的，嚣张什么呢？董事长代表着沈氏集团的形象，过几天新闻发布会，董事长总不能坐着轮椅出现吧？看见没有？就算你有最多的股份，但是现在你身体不好，必须让出董事长位置。让我让位？凭什么？沈清，叫了你3天的董事长，你当真觉得自己把这个位置坐稳了？今天召开董事会，就是为了确定董事长人选的正式流程。没错，虽然我们得尊重前董事长的遗愿，但是我觉得为了沈氏着想，怎么回事？黄董事，快叫救护车！我们选谁呀？选什么选？你看看之前反对他的人，之前那几个因违规操作被查的世家，到现在还没出来呢。你敢轻举妄动？是啊，别惹事儿了。我们还是支持小沈董继续担任董事长。对对对，我们都支持。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们年纪大了，尊重老董事长的遗嘱，季总就不必再多说了。各位，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就成定局。你们真的要让一个坐轮椅的人掌管沈氏吗？坐轮椅的，你是说我吗？
我这坐久了有点累，换个姿势。你耍我！我耍的就是你。你个小妮子！注意你的措辞。季月白，这是审计部门最新出具的报告。你在担任集团高管期间，涉嫌多次挪用公司资金，累计金额高达3800万。你胡说！这些账目都是下面的人经手，审批也是他们越权操作，跟我有什么关系？沈清，你为了夺权，连这种脏水都往我身上泼！银行流水转账记录每一样都有据可查，到底是不是你受益？内部深查一查便知。我为沈氏尽心尽力这么多年，你休想拿这种伪造的东西污蔑我！污蔑与否，查过自然清楚。但在审查清楚之前，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决议，即日起暂停季月白在沈氏集团的一切高管职务，并启动内部彻查。如果一旦落实证据，集团绝不姑息。好得很，查就查。不过沈清，你别忘了，我手里还有30%的股份，是沈氏当之无愧的第2大股东。你想借这个由头把我彻底踢出局？做梦！咱们走着瞧。各位好自为之吧。怎么办？沈清稳坐了董事长的位置，绝对容不下我们。刚才黄董事已经进医院了，季总也被带走了，我们的下场只会更惨。是啊，我们站在季月白这边，帮他做了不少事儿，沈清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好了，这里说话不方便，如今我们要想保全自己，只有尽快把手里的股份脱手，离开这是非之地。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终于把季月白赶出去了，太解气了。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对付剩下那几个？你觉得呢？剩下那几个之前帮季月白做事的董事，估计现在都心虚得很，多半会主动抛售手里的股份。和我想的一样，他们够贪也够胆小，之前帮季月白做了那么多事，迟早都会被查出来。如今我已经坐稳了董事长的位置，他们知道季月白保不了他们，自然害怕。董事长，那几个董事说要同时售卖手里的股份，全收。哎，等等，以傅诗雨的名义。好的。老婆大人，你又要给我股份，这回给多少？10%再加上4%，不多。你看好他们，关注他们的动向，还有资金流动，有异样立刻通知我。是。那你怎么这么笃定他们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够贪够胆小，替季月白做了那么多的脏事，迟早都会被查出来。如今我已经坐稳了董事长这个位置，他们知道季月白保不了他们，自然害怕。那老婆大人，你既然给我这么多股份，需不需要我帮你盯着那4个人？当然。盯紧他们的资金动向，一旦有异样，立刻通知我和调查局。这些人的违法行为必须交由法律来处置。放心，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了，他们要是敢跑，第一时间通知警方。你先回去吧，我这2天还有事情要处理，都会晚一点回去。那好吧，我在家等你，晚上给你做食疗餐。好，那我就先出去了。董事长，果然不出您所料。那几个老家伙连夜抛售所有股份，打算卷钱逃去国外。我们已经收购所有股份，记在了傅先生的名下。人呢？拦下了吗？是的，我们按照您说的，第一时间向调查局实名举报，在他们上飞机前1秒被抓走调查了。因为涉及高额资产违规转移，估计没个10几年是出不来了。他们一共卷走多少钱？加上我们收购那200亿，一共是400亿。他们通过不记名账户汇到国外，目前资金还在走流程。这么多钱！看来这些蛀虫这么多年没少在集团黑钱。你让海外的人盯紧他们，一旦资金流入海外账户，立刻配合调查局冻结。等冻结程序走完，合法收回到集团名下。是的，董事长，这样一来，股份是我们的，他们转移走的资金也能追回来。这波我们确实赚了。谁让你不敲门就进来的呀？没事儿，怎么了？你说。我们还没来得及冻结那400亿，资金就流入了海外的一个私人账户。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转移资金，对方实力不容小觑。查到是谁了吗？没有，对方账户信息很隐蔽，我们只知道对方账户首字母是 F， 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我知道了，你让海外的人继续盯着，同时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调查局，让他们协助追查。你去彻查，一定要查出这个人是谁。是。是。副总啊，磨叽什么呀？说，刚刚公司那边报告，一笔无名的巨额资金转到了我们海外关联公司的账户上，差不多有400亿。不正经生意的洗钱吧，配合调查局处理就好。要是这么简单，我就不跟您说了。我们查到这笔资金来源是沈氏集团那几个被抓的股东，也就是说，这笔钱本来应该最终流回沈氏集团，但系统自动转入了我们公司的账户。
你说那400亿进了我们的账户？是的，副总，是系统自动识别时出了偏差，转错了账户。系统为什么会出这种差错？2个海外账户的首字母都是 F， 加上中间的跨境清算环节出了技术问题，资金就被自动滑送到我们这边了。现在走退汇流程比较复杂，需要一定时间。那这笔钱怎么处理？这是他的钱。副总，我们已经联系了银行，正在启动紧急退汇程序，大概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但这件事儿要不要告诉邵夫人？这件事到时候我来和她说，免得她担心。不过我老婆还真的是经商天才啊，收回来沈氏4%的股份，还追回了200亿。副总，您真是没救了。您不用拍，我自己走。不过经此一事，董事会那帮老家伙倒是能消停一段时间，我也能喘口气了。这么说，老婆你有假期了，那我们去度蜜月吧。度蜜月啊？是啊，咱们新婚虽然暂时没有举办婚礼，咱们可以先去度蜜月呀。这2天不行。为什么？因为过2天就是新闻发布会，要正式向外公布我继承沈氏集团的消息，只有2天的时间，应该也去不了什么地方。2天时间也够了，咱们可以去周边。也好。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我们去泡温泉吧，我知道有一家温泉会所，朋友开的，环境很好，天然的山泉水，对你关节恢复也有帮助。随你安排。那我去收拾东西，再准备一些调理的食材，给你安排温泉水疗。原本只想找个合作对象，但好像这样跟他过下去也不错。我从来都不知道京都郊外还有这样的温泉会所，你是在哪里找到的？欢迎副总夫人。夫人，您的行李给我就好了。他们叫我夫人，这是你投资的会所？对啊，这是我朋友的产业，我参了一部分股。这边环境好，水质也好，专门用来做康复理疗。这个会所虽然属于京都郊外，但是看起来投入不小。你不是没有钱吗？我是没什么流动资金啊，就是家里以前做生意的时候留下了一些投资。你这一副家里有矿的做派，你们家里人就不反对你到处投资？他们才不管我呢，反正这里主要是做高端养生理疗的，给我老婆调理身体怎么了？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这里的温泉水质确实很好，周围环境也幽静，如果稍微开发一下，应该会有很多人来度假吧。还是我老婆有经商头脑啊，不过这个地方比较偏僻，目前还没有对外营业，主要是内部使用，也就是给我老婆泡温泉调养身体还有点价值。这么好的温泉水都拿不出手，这个确实是有点寒碜了。老婆，你就没有想要的东西吗？你最近是怎么了？老是想送我东西，好像是想补偿我一样。那个上次韩瑞说了，说那个上门女婿吧，也得准备点心意，不能太寒碜。老婆，你就真的没有想要的东西吗？你这么一问，其实我还真有想要的东西。什么？你身边的人，上次那个韩瑞身手那么好，我身边缺一个可靠的安保负责人。老婆，你有我一个贴身保镖还不够吗？那个韩瑞有什么好的？他就会跑路。那不一样，他应变能力强，身手敏捷，办起事来一定很方便。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韩瑞这2天出任务，不能随叫随到，他的搭档双双会马上过来。好，这个也是你的心意吗？是啊，我的就是你的，包括我自己。夫人，温泉和房间已经准备好，这边请。好。不愧是天然温泉，泡了一会儿，感觉膝盖周围没那么僵硬了。傅诗雨到底是什么来头？品质上乘的食材随手就来，还有身手高超的助理，这些都是非富即贵的家庭才有的。但查出来的身份信息干净的让人起疑。算了，不想了，还是回去休息吧。怎么了，老婆？你还好吗？没事儿，我刚刚头有点晕，可能是泡太久了。泡温泉时间不能太长，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容易头晕。我扶你回去休息。喝点温水，缓一缓。
今天泡完温泉，明天早上我给你做一次康复按摩，趁着温泉水把肌肉和关节都放松了，效果会更好。早点休息吧，明天我陪你好好逛逛这里。好，晚安，老婆。晚安。明天就是新闻发布会了，季月白最近一直没什么动静，太安静反而不正常。温泉水疗配合按摩效果最好。今天我先帮你做膝关节周围的深层放松，可能会有点酸胀，你忍一下。好。怎么样，力度可以吗？有点酸，不过还能忍。这就对了，说明经络在疏通。最近手脚冰凉的情况有没有好转？好像确实好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冷了。继续保持。即使知道是康复治疗，也没法在这种距离下面不改色的和他对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想什么呢？没什么，我在想明天新闻发布会的事儿。需要我做什么？你陪我一起去就好，其他的我自己处理。好，老婆发话，我随时待命。多吃点，这些都是配合你身体调理的食谱。你也吃啊？看你吃我就饱了。少贫嘴。傅时玉，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一直陪着我，照顾我。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你一直在帮我。我是你老公，这些都是应该的。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怎么了？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回去。怎么了，老婆？公司出了一点事情，我要提前回一趟京都。啊，老婆，不是说好了要多待2天吗？这才刚过了1天。公司有点事儿，我找人看着季月白的动向，但是他突然联系不上了。明天就要到新闻发布会了，我怕他再有什么动作。那我跟你一起回去。不用，我先回去处理。你在这里把东西收拾好，晚点再回来。好，那你路上注意安全，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联系我。我发誓，晚饭前一定把事情处理完。外面冷，穿上再走。走吧。沈总，停车！赶紧停车！沈总，前面路被堵死了，后面也被堵了。沈小姐，请下车谈谈吧。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儿直接说。沈小姐，我们只是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见个人而已，配合一点，对大家都好。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的丈夫还在温泉会所吧？配合我们，对大家都好。请吧，沈小姐。我跟你们走，但不许动我的司机。沈小姐很配合，比我们预想的顺利多了。你们要带我去哪？沈小姐到了就知道了。是季月白派你们来的吧？季月白10几年前也是用类似的手段对付我，不会智取，只会用这种下作的方式，毫无新意。哎，技不在心，好用就行。沈小姐现在坐在这里，就证明我们做的是对的。怎么是你？我老婆呢？傅先生，董事长被绑架了。停！董事长在回京的路上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拦下带走了，阿凯被留在了路边。我已经报了警，但情况很复杂。他给我发了定位，位置在往陈郊方向移动。副总，我已经联系了调查局的朋友，他们正在追踪信号。根据定位，车辆正在朝东南方向行驶。立刻跟调查局保持联系，我要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另外，派人在沿途做好跟踪，随时准备配合警方行动。是。那赶快去救他呀！你是她丈夫，你一点都不担心啊？当然担心，
但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危及他的安全。我来联系调查局，配合他们的部署。你放心，沈清在出发前就给我发了定位，他是有准备的，警方会确保他的安全。那我们能做什么？等到目的地确认，配合警方统一行动。沈清，你等我。你们要带我去哪儿？这方向已经是郊外了。沈小姐很警觉，不过到了你就知道了。我们老板想跟你谈谈。谈什么？傅时雨应该已经收到定位了，我得尽量拖延时间。副总，信号显示车辆正在朝东南方向行驶，已经出了城区范围。调查局那边已经派人在沿途设卡，同时部署了跟踪车辆。车辆还在移动吗？还在移动，速度不快，应该是在走国道。傅先生，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啊！调查局已经在行动了，我们不能打草惊蛇。沈清出发前就给我发了定位，说明他有准备。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合警方，提供准确的追踪信息。喂，赵队长，目标车辆的实时定位我已经发到你们系统上了，车辆正沿316国道向东南方向移动，车上有我的妻子，请务必确保人质安全。收到，傅先生，我们已经部署了警力，会尽全力保证沈女士的安全。安排车，我们跟上，但只在警方后方待命，不许擅自行动。是。沈小姐，到了你的地盘了，别紧张，我们只是想跟你做笔生意。你们绑了我却不动我，直接说吧，想要什么？的确是季月白雇的我，他要我把你带到外面，让你缺席明天的新闻发布会。但我也看到了，沈小姐你是个聪明人，我并不想把事情做绝。沈小姐，我违背雇主意愿把你请到这里，是想和你做笔交易。我拒绝。你替季月白做事，还想拉沈家下手，做梦！沈小姐是商人，应该以利益为主。现在答应合作，可以少很多麻烦。不如你告诉我，你跟季月白都在替谁做事？看来你是不打算合作了。里面的人请注意，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释放人质！都不许动，所有人双手抱头蹲下。放开我！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有什么话留到审讯室说。邵夫人，您没事吧？我没事。副总在警方后方待命，确认您安全后就过来。老婆，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别担心。吓死我了！以后不许一个人出门了。好，以后都让你跟着。沈女士，这伙人涉嫌绑架和非法拘禁，我们会依法处理，还需要您到局里做一份笔录。好的，我会配合。另外，根据初步审讯，这些人提到是受季月白指使，我们会进一步追查。队长，这些人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势力，季月白未必是最终的主使，希望你们深入调查。我们会的，有任何进展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季月白这个时候绑架我，显然是不想让我参加明天的新闻发布会。他以为只要我不出现，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接管沈氏。那明天的发布会你还去吗？当然去。他越不想让我出现，我就越要出现。今天受了惊吓，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发布会的事，我陪你。傅时局，今天的绑架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10几年前那次绑架我受了伤，膝盖的问题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而这次又是季月白，他在背后一定还有人。你觉得幕后的人是谁？不知道，但一定和季月白关系密切，而且势力不小。我得把这个人揪出来。季总，您做错了吧？这是董事长的位置。没有错，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由我来主持。您的意思是小沈董今天不会来了？季总，我想请问一下，接下来的审视是由您掌管了吗？
您是否会出任董事长一职？小沈董的确是不会来，他已经决定放弃股权，而我作为沈氏集团最大的股东，理应出任董事长一职。我们都同意。没错，就应该是这样。沈氏集团早就该属于我了。谁说我不来了？小青，你怎么来了？季女士每次都喜欢自说自话。还有，你站错了，这个是我的位置。你怎么在这儿？我的新闻发布会，我当然要在这儿。季总，你不是说小沈董不会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是啊，小沈董，为什么季总说您放弃了股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沈氏集团是我爷爷一手创办的，继承公司是我的责任，我不可能放弃股份。季女士，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小沈董，请问你是否被季总针对？你们之间是否有股权纠纷？这个你就要问季女士了。季女士不做出解释，是想联系谁？我只是觉得小青新婚，肯定是忙着度蜜月，不会来。是不会来，还是你根本不希望我来？毕竟你前天安排人绑架我的时候，根本没有顾及我的人身安全。你说呢，季女士？绑架？季总，小沈董说的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你们有什么证据？我没有。季月白是吧？我们是调查局的，跟我们走一趟。你们凭什么带我走？绑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另外，你涉嫌一起海外资产违规转移案，需要接受问询。放开我！放开我！大家好，我是沈氏集团新上任的董事长沈清。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有2件事情：第一，董事会成员的调整，部分股东涉嫌转移公司资产，相关证据已提交调查局。沈氏集团绝不允许这种行为存在。第二，季月白在我任职期间多次对我进行打压威胁，让我交出全部股份，并且涉嫌安排人员对我实施绑架。相关证据已由调查局立案调查。集团还有很多规定没有完善，还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们向我们提醒监督，谢谢。这小沈董一上任就整顿了董事会，真是雷霆手段。今天在台上表现得太好了，终于把季月白的问题公开了，接下来就看调查局那边的进展了。怎么样？那些绑匪开口了吗？绑虎哥那伙人已经全部移交调查局了，他们初步交代了是受季月白指使，但具体的幕后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审讯。季月白背后还有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绑匪们也未必知道全部真相。那就顺着这条线继续查，绑架和资产转移，哪一条都够季月白喝一壶的了。他在境外做的那些交易，靠的是集团的资源，现在集团回到了我的手上，他自然动不了手。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留着董事长？直接让您缺席发布会不是更好吗？因为他们不仅仅想要沈氏集团，更重要的是你老板背后的资源和人脉关系。没错，季月白没有世家背景，他的助力有限，而我有100年世家的底蕴，能从我身上得到资源，价值不可估量。可恶，调查局只是把他带走问询，过2天他可能就被放出来了。这也只是暂时的，不管是资产转移还是绑架，我们都要不断补充证据。举报是为了推动调查，把他的名声搞臭，这样能减少他对集团的干扰。想到我以后可能还要在公司见到他，我就难受。好了，你先回公司吧，我过会儿回去。好。来，老婆，喝点水。这次还不知道季月白背后的人是谁。我以前一直觉得季月白只是有野心，现在看来，他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势力在操控。这次谢谢你，你的反应很快，配合警方的部署也很及时。哦，我本来想让韩瑞查一下终端来源，等有眉目了我再告诉你。结果那个人太狡猾了，只查到了一些线索，没有查到具体来源。看来我是捡了一个了不起的上门女婿啊！凑合吧，只是认识的人多了一些而已，道谢就算了。不过原本有2天的蜜月假期，现在又泡汤。好，等这次事情结束，请1周的假，只陪你。
不用等那么久，等你忙完今天的事，晚上我给你做顿好的。先吃点东西再忙。今天受了不小的惊吓，早点休息，别太拼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你的助理身手不凡，你能第一时间联系调查局。你名下的投资规模也不小，普通人做不到这些。老婆，我一直没跟你详细说过，我家里以前是做安保和投资的，规模比较大，在行业里有一些人脉和资源。韩瑞和双双都是我公司的高管，不是普通的助理。安保和投资？对，国内的安保业务我们做了10几年了，另外还有一些海外的投资项目，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娶了你，我就是你的人了，我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好，我相信你。等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你带我去看看你的公司。季月白背后的人到底是谁？10几年前的绑架，这次的绑架，还有集团内部的安插，这些布局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那个人一定跟沈家或者我有很深的渊源。明天早上给你做山药排骨汤，早点睡，晚安。董事长，调查局那边传来消息，季月白已经被正式立案调查，绑架案和资产转移案都在推进中，但他嘴很紧，什么都不肯说。他在保护背后的人。另外，我们顺着之前窃听器的线索继续追查，发现这些设备的型号比较老，只有以前的一些老牌企业常用，而且最后消失的信号定位方向是在国内东边沪海方向。沪海？是的，沪海那边的商业圈子我们接触不多，需要进一步调查。继续查，重点关注沪海的老牌家族和企业，看看谁跟沈家有渊源。是。沪海，爷爷以前从没提过沈家跟沪海有什么关系，但季月白背后的人偏偏在沪海，这绝不是巧合。喝点茶，别看太晚了。张特助查到之前那些窃听器的信号来源指向沪海方向，你觉得沪海那边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沪海的老牌家族不多了，大部分都已经没落，但越是没落的家族越有可能心存不甘，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季月白被收养的背景一直没有查清楚，如果他的养父就在沪海，这个方向值得深挖，我让韩瑞也帮忙查一下沪海那边的情况。好，你的人脉广，查起来比我方便。别担心，不管背后是谁，我都会陪你面对。董事长，之前那个海外账户的事情有进展了。傅先生那边传来消息，说之前系统出错导致的那笔400亿资金退汇程序已经启动，预计1周内资金会回到集团账户。系统出错？是的，傅先生说是跨境清算系统的技术故障，他的公司第一时间配合了银行启动退汇。另外，傅先生还以个人名义向集团的公益基金捐赠了1个亿，说是作为合作的诚意。他倒是大方，傅先生对您确实很好。好了，说正事，季月白的案子进展如何？调查局那边反馈，季月白涉及的资产转移金额巨大，证据确凿，绑架案的绑匪也已经指认了他，但关于他背后的人，他始终不肯开口。不急，他迟早会说的。把我们手上的所有证据整理好，随时配合调查局。是。傅时雨，你说我们以后会一直这样吗？哪样？就是你做饭，我工作，偶尔遇到一些麻烦，然后一起解决。这不挺好的吗？我负责后勤保障，你负责冲锋陷阵，夫妻搭配，干活不累。小心嘴。沈清，我是认真的，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我知道。老婆，先吃点东西。最近事情太多，总觉得心神不宁的。季月白虽然被带走了，但他背后的人一直没有浮出水面。韩瑞那边有新消息了。什么消息？之前窃听器信号消失的方向指向沪海，韩瑞顺着这条线查下去，发现沪海确实有一个老牌家族段家，不过这个家族20年前就已经没落了，现在几乎不在公众视野中出现。段家，我爷爷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家族。段家以前在沪海很有势力，但后来家道中落，原因不明。韩瑞还在继续查，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季月白的身世一直没有查清楚，如果他跟段家有关系，
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别急，一步一步来。今天先好好休息，明天我陪你去公司处理剩下的事。好。新闻发布会上的事儿已经传开了，评论里大部分人都在支持我。那当然，你是沈氏集团的正统继承人，名正言顺。对了，昨天发布会结束之后，温和说那400亿的退还已经到账了。对，银行那边的退汇程序已经走完了，资金回到了沈氏集团的账户上。另外，我以我个人名义向集团公益基金捐了1个亿，算是表达诚意。1个亿的诚意。董事长，这是傅先生给您准备的午餐，他一直在楼下等着。您昨天也没来上班，今天也迟到了，平时都很准时的，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一点小事耽搁了。好。哦，对了，你去查一下沪海段家的详细信息，特别是20年前他们家族发生的事。段家，我之前没怎么听说过这个家族，就是没有怎么听说过才可以。查不到也没关系，我就是比较好奇。以前把傅时雨当成合作对象，并不在乎他到底是谁，可是现在我好像越来越在意。那您为什么不亲自去问他呀？去问他嘛。段老，对不起，是我搞砸了，是沈清算计我，要不然沈氏集团已经是我的了。当年我收养了你，给你资源，教会了你一身本事，可这些年我只让你做一件事，搞垮沈家，可你迟迟无法搞定。就你这样的水平，还想要更多的支持？段老，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沈氏集团拖下水的。时间？我都给你20年时间了，你都没有拿到所有股份。可沈清那小姑娘，她一回来就拿走了一半。你这样的废物，我留着你有什么用？段老，我还有用的。沈清虽然回来了，但她身边多了一个丈夫，这个人背景很深，有办法利用这一点。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你就自己看着办。副总，窃听器的技术分析报告出来了，这些设备的信号在追踪到归属地附近时突然断掉了，应该是对方察觉到了，主动切断了信号。看来对方警觉性很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型号的窃听器比较老，只有以前的一些老牌世家企业曾经使用过，而且最后消失的信号定位不在境外，在国内东边沪海方向。沪海，段家，你是说那个没落的段家？沪海的老牌家族只有段家最符合。那段家和少夫人之间有什么恩怨吗？印象里没有直接的交集，但段家在没落前，家主的女儿失踪了，段家从此一蹶不振。这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你说会不会跟少夫人的母亲有关？20年前，沈今年正好20岁出头，但是资料上写的少主夫人的母亲姓宋，不姓段啊。这件事还没有完全查清楚，还是先不要告诉沈清了，免得他心烦。老婆，你回来了。你怎么了？看着心事重重的。老婆，给你准备了调理身体的糖水，虽然不是什么名贵药材，但滋补效果不错。你怎么天天让我喝这些？因为对身体好呀。对了，老婆，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你母亲的事情？我妈走得早，我对她的了解特别少，我只知道她姓宋，来自一个很偏的东边县城。东边县城？就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我爸年轻的时候只知道花天酒地，所以被爷爷扔出去历练，就碰到了在农村教书的我妈，2个人一见钟情，同居怀孕，实在瞒不了了，才回来结的婚。而我那渣爹一直都是花花肠子，从农村回到了大城市，曾经眼里的娇妻也变成了村仆，久看生厌，结局也就那样了。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没什么，我只是想到咱们已经结婚了，你还没有带我去见过爷爷和岳母大人呢，还是说你不打算带我认祖归宗？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婶婶，你是我老婆，你不打算给我名分啊？我们刚领证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我确实没有想这么多。下个月正好清明节，我带你去扫墓，跟他们说我已经结婚了。老婆，我问你啊，如果在去民政局那天你遇见的不是我，你会随便找别人领证吗？会，因为我不是去选老公，我是去挑合伙人的。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只会给钱，不会见面。老婆，在你眼里我这么好？当然了，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原来婶婶只喜欢我的外貌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就是喜欢你的外貌，等你年老色衰了，我就换个年轻帅气的助理。你属小狗的，那你呢？如果那天不是我拉着你进去结婚的话，你也会随便的跟别人走吗？不会，而且这种假设不存在。我遇见的是你沈清，我天生就该跟你走。知道了，你先放开我。昨天晚上聊得太晚了，居然在沙发上睡着了。老婆醒了，吃早饭。怎么了，老婆？你昨天说好了聊完就各自回房间的，怎么我醒来还在这儿？你聊着聊着就睡着了，我不忍心叫醒你，就给你盖了毯子。有事儿？小青啊，你都好长时间没回来了。你少恶心我！挂了。小青先别挂，这件事呢，我都已经知道了，是我对不起你，可毕竟你是我的女儿啊。行了，前20多年你都没有关心，现在你来慈悲上了。小青，你放心，我一定会跟他离婚的。但是季月白手里的股份总得拿回来吧？你是董事长，怎么处理就要等你回来再说。还有就是，接着说。还有就是分散在外面的5%的股份被同一个人给收购了，他过来说想高价抛售，你得回来一趟啊，咱们得聊聊怎么分嘛。知道了，我明天就回去。怎么了，老婆？我明天要回一趟老宅。家里出事了。沈明要跟季月白离婚，想跟我聊聊股权分配的事情，想让我回去一趟。你那个渣爹回心转意了，我不信。我猜是季月白让他打的这通电话。你那个渣爹咋这么听季月白的呀？还联起手来坑他的亲生女儿。老婆，你该不会不是亲生的吧？我也希望不是。这些年来，沈明的生意都靠季月白打理，他当惯了甩手掌柜，他清楚的知道我当上董事长，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明知道你看得出来，他们还这么做，看来他们急了。这种漏洞百出的借口，他们也敢用，无非就是笃定我想要回股份。既然他们这么着急，我当然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那我跟你一块儿去。不用，我一个人去，你留在这里，我有其他事情给你安排。行，你主外，我主内。小姐，请坐。哎呀，还没吃饭吧？来，坐下一块吃点。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说吧，你想怎么处理？小青之前呢是爸爸不对，然后呢？这位呢就是要抛售股份的商先生，这次把你叫回来呢，也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小沈董，你好啊。咱们先聊事情吧。好。是我呢要抛售股份，所以就请沈先生帮忙联系了您。商先生，您是说5%的股份都在你的手里？是啊。想要收购这些股份并不简单，您为什么要全部卖掉？之前呢一直在上海沉浮，如今呢年龄也大了，不想管喽。我计划呀抛出我所有的股份，颐养天年嘞。是吗？
董事会的股东也才只有2%的股份，您的这些股份已经算是大股东了。我想问一下商先生，您是在哪里收购的？这个小沈总啊，你管的未免太多了吧？你只不过是个买家，和我见面，就算你沈家不买，我照样卖给其他人。哎呀，商先生，咱们先吃菜，边吃边聊啊。小青，商先生要是不想说，你也就别问了。来，尝尝这酒。小沈董啊，我没来的时候啊，就听说您年纪轻轻便继承了沈家，鄙人十分钦佩啊。俗话说，生意不成仁义在，就当交个朋友吧。这杯酒我敬您。小沈董，既然商先生都已经这么说了，好，小沈董果然爽快啊！说吧，商先生，5%的股份，您开价多少？这股份嘛，咱们可以慢慢谈。抱歉，我去一下洗手间。小青，坐下吧，别走了。你也别怪我这个当爸爸的心狠，谁让你从小就不听我的话？还有那个老头子偏心于你，让你做了沈家的继承人，我这个做儿子的才应该是第一继承人。沈清，今天你就别想走了。是你？当然是我。你以为调查局把我放出来我就没办法了？沈清，你还是太天真了。真没想到沈清还真相信沈明的话，难道一个堂堂的董事长还渴望父爱这种东西？真敢一个人过来，我是说你没有戒备心呢，还是说你太蠢了？月白，你答应过我的，不会真的伤害她。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我的女儿。事已至此，沈明，你少在这给我扮演慈父了。当初我说要给他设局的时候，你可是第一个同意的。我当初只是想把沈氏集团握在我们手里，我可不想背负伤害亲生女儿的名声。沈氏集团不是我们的，是我的。你可是一点股份都没有，我才是沈氏最大的股东。月白，好了，先出去吧。我不会让他死的，我要让他看着我当上沈氏集团的掌权人。不知道傅时雨收到定位了没有？双双应该一直在附近，现在守卫太多，不能打草惊蛇，得等机会。老婆，你没事吧？你怎么进来的？外面那么多人守着。我收到你发的定位信息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调查局，同时让双双在外面做了接应。外面的守卫已经被警方控制了，我是从侧门进来的。你报警了？当然，你给我发了定位和紧急信号，我就知道出事了。调查局的人已经到了，正在外面布控。好，那季月白和沈明呢？季月白还在隔壁房间，沈明在楼下。警方正在逐步控制现场，很快就会收网。这是缓解头晕的药，韩瑞从医院拿来的，先吃一颗。谢谢你来的这么快。我答应过你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少夫人，你没事吧？我没事。沈女士，季月白和沈明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季月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沈明涉嫌共谋，都会依法处理。谢谢你们来的这么及时。另外，根据初步调查，季月白在被抓后又被释放，这次是利用保释期间再次作案，性质更加恶劣，我们会从严处理。季月白这次被抓，他背后的人一定会有所动作，我需要你帮我盯着沪海那边的动向。放心，韩瑞已经在查了。季月白，你涉嫌绑架沈氏集团董事长沈清，以及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你有什么要说的？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你们也拿我没办法，我背后有人。你愿意说出幕后的人吗？不说，那就等证据说话。
这2天不许去公司，在家好好养着。我哪有那么娇气？以后在外面不许单独去见可疑的人。好，我知道了，副管家。这次的事情让我更加确定，季月白背后一定有人。他被抓了又被放出来，放出来之后立刻设局对付我，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指挥。韩瑞那边有消息了，护海段家确实还有人在活动，而且跟季月白有联系。段家，如果段家跟季月白有关，那跟我的母亲也一定有关联。沈清，我之前查到一些关于你母亲的信息，但还没有完全确认，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什么信息？护海段家有一个失踪了20多年的女儿，如果时间线对得上，她有可能就是你的母亲。你说什么？我妈是段家的人？还没有100%确认，但可能性很大。你母亲原来姓宋，是因为离家出走后改了姓，她的本名可能叫段一婉。如果这是真的，段家的家主就是我的外公，而他一直在对付沈家。沈清，不管真相是什么，我都在你身边。季月白的案子进展如何？调查局那边反馈，季月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和金融犯罪，证据确凿，已经被正式逮捕。沈明作为共谋也被调查局传唤了。好。另外，关于护海段家的调查有新进展。段家家主名叫段松庭，20年前因为女儿失踪一蹶不振，段家逐渐没落，但段松庭一直没有放弃，这些年一直在暗中活动。他在暗中做什么？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段松庭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渗透沈氏集团，季月白就是他安插的棋子。所以季月白嫁给我爸，绑架我，这一切都是段松庭的布局。目前看来是这样的。20年的布局，他倒是很有耐心。董事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季月白已经被抓了，他的棋子作用已经消失了，段松庭一定会有下一步动作，我们不能被动等待，要主动出击，继续深挖段家的底细，特别是段松庭现在手上的资产和势力范围。是。傅时雨，我今天想了很多。如果段松庭真的是我外公，那他为什么要毁掉沈家？我妈是他的亲生女儿，我是他的亲外孙女儿。也许在他看来，你母亲是因为嫁给你父亲才遭遇不幸的，他把所有的恨都转嫁到了沈家身上。这么多年的仇恨，到头来伤害的都是自己最亲的人。不管怎样，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谢谢你，傅时雨。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在我身边，我感觉很安心。虽然你没说，但我知道，你放手去做你想做的就好，我会一直支持你。各位，最近集团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知道大家都在观望。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第一，季月白因涉嫌绑架、非法囚禁和多项金融犯罪，已被调查局正式逮捕，他的所有违法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原董事会中涉嫌违规的成员已经被清理，新的管理团队已经到位，沈氏集团会回到正轨。小沈总，那季月白手里的30%股份怎么处理？季月白的股份因涉及违法犯罪，将由调查局和法院依法冻结并处置，具体结果会按照法律程序走。小沈总，外面还有传言说您身体不好，这对集团的形象也有影响。我的身体很好，下周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家会亲眼看到。沈氏集团是我爷爷一手创立的，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它。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带领集团走向更好的未来，还请各位与我并肩同行。今天在会上表现得很稳。股东们需要信心，我得给他们吃定心丸。你做得很好。对了，下周的新闻发布会，你陪我一起出席。好啊，我正好有些东西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什么东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股东，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今天有几件事要向大家说明。第一，关于季月白，他在我任职期间多次对我进行打压、威胁，并涉嫌安排人员对我实施绑架。目前他已被调查局正式逮捕，相关案件正在依法审理中。季月白的股份因涉及违法犯罪，已由法院依法冻结，后续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处置。沈氏集团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小沈董，之前有传言说您身体不好，时日不多，请问是真的吗？我站在这里，
就是最好的回答。第二件事，我要向大家正式介绍我的丈夫，傅时雨先生。傅时雨先生，国内知名安保集团的创始人，同时经营多家投资公司。他不仅是我的丈夫，也是沈氏集团10%股份的持有者。各位好，我是傅时雨。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有几件事要公布。第一，我名下持有的沈氏集团10%的股份，加上我近期通过合法渠道收购的散股，全部转入沈清名下。现在沈清女士持有沈氏集团51%的绝对控股权。第二，我旗下的安保集团将与沈氏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为集团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服务。小沈董，恭喜你坐稳了董事长的位置。不过，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段老先生，你终于肯露面了。你以为抓了季月白就万事大吉了？沈氏集团的事远远没有结束。段松庭，你用了20年布局对付沈家，利用季月白作为棋子绑架我、伤害我。但你忘了一件事，我姓沈，也流着段家的血。你女儿宋一婉是我的母亲，而你是我的外公。你知道了？我知道了所有的事。你因为母亲的离世而迁怒沈家，用了20年来报复。但你想过没有，母亲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她会怎么想？你别拿一婉来压我，这事儿没完。各位，沈氏集团不会被任何外部势力击垮，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我都会守护好爷爷留下的基业。谢谢大家。各位，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沈氏集团会一如既往的稳健军营，感谢各位的关注。没想到沈家和段家还有这样的渊源。沈清的母亲居然是祸害段家的人，那段松庭不就是他的外公？他为什么要对付自己的亲外孙女？老婆，我没事儿，就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你做得对，与其让段松庭在暗处操控一切，不如主动把真相摆到台面上来，这样他就失去了隐蔽的优势。你说的对，他在暗处蛰伏了20年，最怕的就是曝光。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他和沈家的关系，他再想暗中动手就没那么容易了。今天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你刚才在发布会上说要把名下所有的股份都转给我。对，我已经让韩瑞去办了，加上我之前收购的散股，总共能让你的持股比例达到51%。那你呢？你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我，你手上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有你就够了。再说了，我自己名下还有安保集团和投资公司，又不是身无分文。副总，邵夫人，关于沪海段家的调查有新进展了。段松庭今年67岁，沪海段家的家主。段家世代从事传统医药行业，在沪海曾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族。但20年前，段松庭的女儿段一婉离家出走，段家从此一蹶不振。继续。段一婉离家出走后，改名宋一婉，在东边一个小县城当了教师。后来遇到了沈明，两人结婚，生下了邵夫人。但段一婉在生产时因医疗事故不幸遇世。医疗事故？根据我们查到的信息，段一婉在生产时情绪受到刺激，导致大出血。当时沈明在产房陪同，但他具体做了什么，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季月白之前说过，我妈的死不是意外，是沈明在产房里故意刺激她导致的。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沈明就是直接责任人。继续查，我要找到确凿的证据，不管牵扯到谁，真相必须大白。是。喝点牛奶，早点休息。傅时雨，你说我妈当年为什么宁愿放弃一切也要嫁给沈明？也许是因为爱情吧，她看到了沈明身上有她向往的东西，所以愿意放弃家族的一切。可她爱错了人，她本该顺遂的一生毁在了她最爱的人手中。我们无法得知你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既然她做了选择，那她一定在那个瞬间是幸福的，只是后来的发展超出了她的预料。我只是在感慨，与其把命运交给别人，不如握在自己手里。不愧是我老婆。我只希望宋女士下辈子不要再被家族束缚，更不要再被负心人辜负。季月白，
根据目前的证据，你涉嫌绑架沈氏集团董事长沈清，非法转移公司资产等多项罪名。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说过了，这些事不全是我一个人做的，我背后有人。你愿意说出幕后的人吗？段松庭，沪海段家的家主。我6岁的时候被他收养，从那之后，我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包括嫁入沈家，接近沈明，渗透沈氏集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的女儿段一婉嫁给了沈明，他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女儿执意要嫁。后来段一婉在生产时去世，他把所有的恨都转嫁到了沈家身上。你说的情况我们会核实，如果属实，段松庭的行为已经涉嫌多项违法犯罪。20年了，终于结束了。董事长，调查局那边传来消息，季月白已经全部交代了，他供出了幕后的段松庭，他也是受害者。董事长，您不恨他吗？他做了那么多伤害您的事儿。恨，但比起恨他，我更恨那个在背后操控一切的人。季月白从6岁开始就被段松庭控制，他的一生都被别人安排了，但这不代表他做的那些事儿可以一笔勾销。绑架、侵吞公司资产，这些罪行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至于段松庭，他才是这一切的根源。调查局已经开始对段松庭展开全面调查了，但他们说段松庭在沪海经营多年，关系网很复杂，需要时间。不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把集团稳住，就是对他最好的回应。季月白全部交代了。他说段松庭从他6岁就开始控制他，把他安放到沈家。6岁，那就是一个孩子。是啊，他做的那些事确实可恨，但他自己也是被操控的棋子。段松庭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调查局已经在查他了，这种长期控制他人的行为，罪名不会轻。我只是在想，我妈当年离家出走，是不是也是因为受不了段松庭的控制？她想要自由，想要自己选择人生，所以才改名换姓跑到小县城去教书。很有可能，你母亲是勇敢的，她敢于反抗，但她最终还是被命运捉弄了。不过，我不会重蹈覆辙。段松庭再厉害，也有法律来制裁他。我会配合调查局，把我这边掌握的所有关于段松庭的线索都交出去。好。董事长，段松庭最近有动作了，他通过代理人在暗中收购沈氏集团的散股，目前已经有5%左右的股份流入了他关联的账户。他想在公开市场上和我争夺控股权。不仅如此，段松庭还在联系沈氏集团的一些老股东，试图用高价收购他们的股份。他现在手上大概有多少？如果加上他代理人收购的5%，再加上他之前通过季月白控制的30%，不过那30%目前已被法院冻结，所以他实际可控的股份大约在5%左右。5%还不足以威胁我的控股权，但不能掉以轻心，他一定还有后手。盯紧市场上所有涉及沈氏集团股份的交易，任何异常都要第一时间报告给我。是。你在看什么？这是我让公司分析团队整理的关于近期沈氏集团股份交易的异常数据。你看这里，这几个账户的交易时间和金额都很规律，明显是有人在有计划的收购，而且账户关联方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沪海。段松庭，他的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不过别担心，我已经让公司的投资团队在市场上做了一些布局，他想收购更多股份，没那么容易。看来我捡到的这个上门女婿确实了不得。那当然，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差过？各位，今天召集大家，是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通报。近日，有人通过多个关联账户在市场上暗中收购沈氏集团的股份，目前已被我们监控到。这些交易的幕后操控者正是沪海段家的家主段松庭。段松庭，他不是段家已经没落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资金来收购股份？段家虽然在明面上没落了，但段松庭这些年一直在暗中活动，积累了相当的资源。他收购股份的目的是为了从外部夺取沈氏集团的控制权。小沈总，如果他继续收购下去，会不会威胁到您的控制权？目前我持有51%的绝对控制权。
他短期内无法撼动，但我不会坐以待毙。我已经向调查局提交了段松庭涉嫌非法操纵市场的证据，同时我的丈夫傅时雨名下的投资公司市场上进行了防御性布局，他想收购更多股份，成本会越来越高。各位，沈氏集团经历过很多风雨，但每一次我们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一样。请大家相信我，我不会让任何人夺走爷爷留下的基业。小沈董，好久不见。段老先生亲自来了，倒是少见。我是来宣布一件事儿。我目前通过合法渠道持有的沈氏集团股份，加上季月白名下被冻结的那30%，我已向法院申请解冻季月白名下的股份，理由是那些股份是季月白从我这里获得的资金购买的，属于我的合法资产。段老先生，季月白名下的股份已经被法院冻结，解冻需要经过法律程序，这不是你说了算的。法律程序？那我们就走着看。我段松庭虽然没落了，但经营几10年的人脉和资源还在。你们沈家有什么？一个毛丫头，还有一个赘婿。段老先生，赘婿这2个字恐怕不太合适。你一个沈家的上门女婿，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各位，我是傅时雨，国内富时安保集团的创始人。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要正式公布一件事。富时安保集团已经与沈氏集团正式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安保服务、投资顾问和资源整合等多个领域。此外，我个人名下的所有沈氏集团股份，加上我近期通过合法渠道在公开市场收购的散股，已经全部转入沈清女士名下。现在沈清女士持有沈氏集团51%的绝对控股权。段老先生，不管你通过什么渠道收购多少股份，都无法越过这条线。你到底是什么来头？我只是一个做安保和投资的普通人，但恰好我的公司规模还可以，资源也还算丰富，保护我的妻子和她的事业绰绰有余。沈清，你的确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但你以为你赢了？沈家欠我的、欠一晚的，不是靠几句漂亮话就能还清的。段老先生，我妈的死确实是沈家的错。沈明在产房里的所作所为，我不会替他辩护。但你想过没有，你用20年来报复沈家，利用季月白绑架我，这些做法和沈明又有什么区别？我妈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她想要自由，想要过自己的人生，她选择了自己的路，虽然结局不好，但那是她的选择。你用20年来报复，不是在替她讨公道，而是在践踏她的选择。你懂什么？那是我唯一的女儿。她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母亲。她离开了，我们都很痛，但把恨延续下去，只会让更多人受伤。段松庭先生，我们是调查局的。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你涉嫌长期非法控制他人、指使实施绑架等多项违法犯罪事为，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沈清，你跟你妈一样倔。也许他说的对。各位，段松庭因涉嫌多项违法犯罪行为已被调查局带走。沈氏集团与段家的恩怨到此为止。沈氏集团是我爷爷一手创立的，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从今天起，我会带领集团走向新的方向。过去的恩怨不会再影响集团的未来。老婆，今天有什么新闻？昨天发布会的事儿已经上了所有头条，评论里大部分都在说沈氏集团终于稳定了，还有人说我是最年轻的女董事长。那当然，我老婆本来就是最厉害的。傅时雨，段松庭的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了，季月白也已经被正式起诉，这些事情终于要画上句号了。调查局那边说，段松庭涉嫌的罪名不少，长期非法控制他人、指使绑架、操纵市场等，估计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他毕竟是我的外公，血缘是改变不了的，但他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你能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也是你母亲希望看到的。好了，不聊这些了。你之前不是说要补蜜月吗？真的？你有时间了？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我给自己放了1周的假。那我们去泡温泉吧。之前那个温泉会所，上次去了1天就被打断了，这次一定要好好待几天。又是温泉。温泉对你关节恢复有帮助啊，我是为你着想。好，随你安排。那我去收拾东西。我怎么感觉这次来和上次来，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更相爱了呀。你喜欢这里，那以后我们常来。傅诗雨，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